翻开近代史，越南这个国家一直被迫卷入战事，从二战、法越战争到越战，长时间的战乱，国家变得贫困，能源紧张，引发了常年的粮荒。要上战场的士兵吃的是千篇一律的水煮木薯。Có lúc thiếu gạo nấu, chúng tôi phải ăn khoai mì thì 2-3 tháng liền。而老百姓要么吃鱼酱，要么盐巴配白饭。Ăn một gốc cây một cái nguội á, mà ăn của bao bốn này rất ngon, đúa quá là nguội。谈不上好不好吃，纯粹只是为了生存，不容易。饥饿成了越南人的日常，但他们却甘之如饴，只愿为国家换来和平。Muốn sống trong hòa bình và hữu nghị với nhau thôi。越南人经历过最惨烈的战事，便是越南战争。1955年，南北越矛盾白热化，南越在美国支持下与北越开战，引发了这场打足20年的越南战争，造成数以百万计的越南人家破人亡。随着美国在1975年撤军，战火才平息下来。然而，长达33年的战乱，已让这个富饶的鱼米之乡彻底瓦解，严重影响粮食生产，导致战后的粮食比战争时还不足。但越南人动脑筋快，没有不能解决的。即使饥肠辘辘，他们战后仅用20-30年间就迅速重建国家，成功脱贫，甚至恢复过往粮食出口大国的地位。上一次来到胡志明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这个城市的蓬勃发展速度比我想象中还要快，眼前的这一片繁荣和平景象，很难联想到当年的战争惨状。而当时的越南人，他们能够想象到今日的和平世界吗？在物质缺乏、穷困饥饿的年代，他们又是怎么熬过来？现在的越南人不但不再挨饿，作为越南第一大城市的胡志明市更是遍地美食，而法国人遗留下来的咖啡文化也已在此遍地开花，随处可见路边小摊或装潢现代的咖啡馆。传统越南咖啡以滴漏壶冲泡，由于当地生产的咖啡豆偏酸带苦，因此人们会加入香甜的炼奶来中和咖啡的苦涩。越南人会使用炼奶，是因为早期鲜奶运输不易，法国人于是将方便储存和运送的炼奶带来，继而演变成越南咖啡的特色。你知道吗？越南人很爱喝咖啡，他们几乎每一天都要喝咖啡，甚至有些人一天要喝上好几杯咖啡。我在想，在战争的时候没有咖啡喝的日子，他们该怎么办？即使在打仗，越南人对于咖啡的热爱也绝不妥协。战争时期，奶制品非常稀缺，有人想出了以鸡蛋代替炼奶，发明了享誉全国的蛋咖啡。哇，这个就是越南著名的鸡蛋咖啡 （egg coffee）。哇，你看这厚厚的一层，这个好像是泡沫，下面才是咖啡。到底要怎么喝啊？直接就这么喝吗？好甜，好甜，好甜。可是我根本没有喝到咖啡，因为它咖啡是在底下，是不是应该要搅拌一下？来再 try 多一次哦。不过啊，它完全没有那个鸡蛋的那种腥味，还蛮香的。OK， 再 try。这下子我就喝到咖啡的香味了。一向来我们都知道，越南的咖啡是非常苦，然后还会带涩，所以它加上这个鸡蛋液，所以它就中和了它的那个味道。不过我还是觉得我这个样子还挺好看的。1946年问世的蛋咖啡是在越南反抗法国殖民者的动荡局势中诞生的。当时因为奶制品供应链中断，一位高级酒店的调酒师突发奇想，
以更容易取得的鸡蛋作为替代品，延伸出这个传奇饮料。要泡一杯好的蛋咖啡，它的技巧在哪里？ Nó phải dựa vào cái yếu tố là mình phải canh được cái máy quay, cái vận tốc xoay của cái máy đánh trứng. Của một cái người pha chế, người ta cảm nhận thấy cái cốc trứng đó là tới hay chưa tới, nó đạt được cái mùi vị đó hay không. 蛋咖啡的蛋沫源自蛋黄，得先小心将它分离出来。鸡蛋越新鲜，制作效果越好。蛋黄和砂糖加在一起，太平时代可以加炼奶，顺着同一个方向搅拌大约7分钟，这是最关键的步骤。高速拌打会使砂糖融化，伴随着蛋黄一起乳化成绵密的蛋沫。哦，这样就好了。你看，多么滑，有点像奶油这样的感觉，而且我相信它的口感一定是很绵密的。真的耶，而且很香，鸡蛋的香味 ，very nice。哇，我觉得我可以单单就这样子吃。做好的咖啡会盛放在一个装着热水的小碗中，以保持温度，确保蛋沫没有腥味。尽管蛋咖啡不是主食，却抚慰了兵荒马乱中的人心。各家咖啡馆于是竞相模仿，蛋咖啡就此流传开来。这个鸡蛋咖啡啊，真的让我很佩服他们，真的是很聪明啊！因为竟然会想到要用鸡蛋来代替炼奶，然后成为了越南版本的卡布奇诺，果然是很好喝，所以它一直流传到现在。那最重要的是啊，它能够让爱喝咖啡的越南人在这个物资短缺的苦难日子中得到一些安慰。蛋咖啡面世之时，越南人还不晓得，他们往后30年将深陷于焦灼的战争。别说奶制品，连酱料等寻常的食材也很快变得稀有。此时，越南人再次在逆境中发挥创意，将鱼露炒成酱汁下饭。鱼露的原料是鱼和盐，海中取之不尽，于是成就了另一道战地食谱。战争已经结束很多年，不过据说啊，这个把鱼露炒成酱汁配饭吃这个方法呢，一直流传到现在。不过现在啊，有了新的吃法。在越南，几乎任何食物只要加入几滴鱼露，就会提炼出鲜美清新的滋味。这神奇的鱼露堪称越南饮食文化中的灵魂酱料。鱼露酱汁就是胡志明市非常受欢迎的街头小吃。就是这里了。好像是在做锅巴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家用这种方式来做锅巴。那它的那个鱼露酱汁呢是怎么做的？就是这个了。它好像在里面加了一些什么东西。你们绝对是闻不到，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真的很香，很香，很香。这个就是新版本的鱼露酱汁。那么这个呢，它是加了猪油渣，还有一些鹌鹑蛋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有猪肚啊，还有猪的内脏，然后配上这些蔬菜，还有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锅巴饭。锅巴是烧焦的饭，通常都会丢弃不吃。然而粮食匮乏之际，连锅巴也变得异常珍贵。做锅巴并不难。先将煮好的白米饭放进锅子摊平，以大火烹煮，期间反复按压，使米饭变得黏糯，煮到底部微焦即可出锅。薄薄的锅巴就像一片大米饼，吃的时候用手掰成小片，方便蘸上酱汁。很香，不过很甜，所以我可以想象在战争的时候呢，这个锅巴呢不会丢掉，不会浪费。如果没有酱汁的话，这样子干干的吃肯定是很难吃。他们就拿来这样子沾着吃。据说鱼露酱汁的吃法源自南部乡下，当时饱受断粮之苦的老百姓只能将鱼露煮成浓稠的酱汁，不仅容易下饭，以鲜鱼发酵而成的鱼露也是很好的营养来源。我在想打仗的时候，人们只能够吃锅巴配着鱼露酱汁，
可想而知，他们的生活过得有多贫苦。不过，现在的越南已经走出了战争的阴影，他们的生活上有了改善。从这道菜完全是展现出他们对食物品质上的要求啊，它已经丰富化了。还好，它一直流传到今天，我们现代人才会有机会吃到这个改良版本的战地食谱。锅巴和鱼露酱汁是越南近几十年沧桑岁月的缩影。锅巴的焦味一如战争的苦涩，而丰盛的配料和甜腻的酱汁则像是甜美的和平滋味。战火远去，炊烟升起，这道带着战地身世的食物早已华丽转身，并将继续喂养越南无数的市井小民。在看不见尽头的战火中，正是这些粗糙的食物为他们撑起了活下去的希望。而这样的战地食物，其实还有不少隐藏在胡志明市的大街小巷之中。碎米饭就是这样子碎碎的，来试一试它的口感。过去，越南稻米产量丰沛，在加工过程中，断裂或颗粒不完整的米粒会以低价出售。这些碎米最后往往会变成乡间劳动者的主食，甚至是家畜的饲料。饥荒年代，大家不得已纷纷吃起碎米饭，意外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碎米饭向来盛行于南部，也是胡志明市的一大饮食特色。街头处处可见碎米饭摊位。一份碎米饭加上配菜，价格从3万越南盾起跳，相等于1块半新币，不但人人吃得起，还吃得饱。哎，这边有卖碎米饭，哎，不过从这个外观你看到它这个摊位哈，就很像是我们的杂菜饭啊。然后你看它有鸡肉啦，有猪肉、鸡蛋啊，还有腊肠。哇，老板，你烤的这个猪排太香了吧！到底它的这个碎米饭是一个怎么样的饭，又是怎么吃？跟老板要一份。老板，你给我一份这个碎米饭好吗？啊，一份啊。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一穷二白的乡民不得不涌入城市寻找生计，碎米饭也跟着人们从乡间来到繁华都市，继续为草根阶层提供温饱。当时，碎米饭也叫做穷人饭。今天，碎米饭不再只是穷人吃的饭，而是有着各种丰富的配菜，食客可以随意搭配，丰俭由人。不过，最基本的组合是烤猪排、猪皮和煎蛋。哎，这个米饭真的就是没有完整的嘞，它就是碎碎的啊。顾名思义嘛，碎米饭就是这样子碎碎的。来试一试它的口感，这个米饭非常的松软，口感呢就不像是我们吃完整的米饭这样子，一颗一颗的，很容易咬。我想老人小孩都很适合吃，尤其是没有牙齿的老人家适合。OK， 啊，配菜真的太丰富了。你看这猪肉，烤猪排是碎米饭最重要的配菜。越南人爱吃猪排，也是受到法国殖民文化的影响。在胡志明市街上，许多餐馆经常就直接在入口處燒烤，以撲鼻的香味招來客人。我聽講呢個飯好艱難煮㗎，碎米要蒸係嘛？仲係用火炭嚟蒸，唔怪之咁香啦。碎米饭见证了越南的每一段历史，从最早的家畜饲料到战后的穷人饭，从打仗、饥荒到今天的安稳日子，碎米饭的名字和吃法不断改变。但不管越南人贫困或富裕，碎米饭始终不曾缺席。在胡志明有一间卖碎米饭的餐厅，它和越南其他地方不一样。在战争的时候，它还曾经是一个秘密基地。这里头到底隐藏着什么故事？让我进去了解一下。杜进强的母亲在1940年代就开始卖碎米饭，早期她的碎米饭也是以传统粤式猪排作为主要配菜。而今，
店内络绎不绝的游客却是为了店内的韩国泡菜而来。不过，这个碎米饭配泡菜的吃法并不是旅游噱头，而是早在1960年代就开始的。 Như thế này, cái thời gian lúc đó thì cái hoàn cảnh trong cái chiến tranh thì ở đây nó được một cái cơ hội là được tiếp xúc với lại các cái khách người Hàn Quốc. Thành ra là mình cũng muốn giới thiệu cho họ những cái nét ẩm thực của người Việt ở đây. Từ đó thành ra là mới sinh ra là có cái món cơm tấm này. Thành ra là đặc sản ăn kèm theo với cái kim chi này. 越战期间，韩国总共出兵30万援助美国。为了迎合这些韩国人的口味，杜进强的母亲不但学会做泡菜，还特别使用韩国辣椒和蒜米，所以味道非常正宗。因此，这里的碎米饭虽然也有同样的传统配菜，但泡菜才是真正的主角。 那它这个 kimchi 的味道呢，其实也跟我们平时吃到的那个韩国的 kimchi 是同样的味道，只是稍微比较辣一点点。那我想在他那个年代，为什么他的这个碎米饭配 kimchi 会这么受欢迎？是因为有新鲜感嘛，对不对？也给越南人呢多了一个新的口味。泡菜碎米饭是韩国工程师和店家妈妈合作的结果。那批韩国人住对面的酒店。 白天去搞建设，晚上过来教妈妈怎么做泡菜。洗净脱水的大白菜，加入萝卜丝、葱段和姜丝，接着以韩国豆瓣酱混合辣椒粉及越南鱼露的酱料搅拌即可。那你第一次吃碎米饭配 kimchi 的时候，那感受是怎么样的？ Cái đầu tiên á là mình cảm xúc là của cái món này đó tại sao mà cay thế ăn không được. Đó là một. Tại vì mình thấy ủa sao cái này nó cay mà, nhưng mà dần dần rồi đó mình mới cảm nhận được á là nó cay vậy nhưng mà nó vị thanh và nó cũng là một cái món ăn để là làm dược liệu và thuốc, tại vì trong đó có tỏi và ớt. 韩式风味泡菜碎米饭当年引来大批韩国人用餐，店家天天都在伺候亲美国这一派人的酒足饭饱。哪里知道？ 这餐厅暗暗支持着反美的势力，表面卖着碎米饭，骨子里却是北越军队深入虎穴的秘密基地。墙上一封封泛黄的信件就揭露了这段尘封往事。当时，这所房子由一位北越军的卧底所拥有，是北越人士开会、联系和藏匿的地点。 店家设计了许多机关，把这里作为密函转交站和军火库。厨房角落的砖瓦下是藏密函的地方，楼上的衣柜里则暗藏了可以脱身逃命的楼梯。这里有个盖可以掀开来，然后有个楼梯就可以直接爬下去。我来试试看。太危险了，下不了，我个子太大。 哎呀，其实这间房子呢还有另外一个暗格。哇，你看，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个罐子，来拉上来看看，就好像是这样的罐子。那这些罐子有什么用处呢？它就是用来藏一些由人民呢捐出来的一些，比如说是钱啊、金子啊、药物啊。 子弹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信件，然后把它藏在这里，就放入这个暗格里面。军人呢就会从下面把这些物品拿走。那么当时你的父亲做这件事情，你们的家人或者是你父亲有没有受到任何的威胁？ Cảnh sát họ không có dòm ngó nhiều, họ biết ở đây bà này bà bán cồn bình thường, nói gì thế thôi. Cái thứ hai nữa. 杜进强的父亲只是一介百姓，受业主委托跟太太共同保护据点。每次信件送达，夫妇得探查有无秘密警察出没，就怕行动被揭穿，断送同志和家人的性命。这个责任直到北越拿下当时的西贡，也就是现在的胡志明市，才得以卸下。
那么参观了他们的这个内有乾坤的秘密基地餐厅，我更加是对他的父亲感到非常的钦佩，因为他的爱国情操，他甚至愿意让他还有他的家人呢，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处境，为的就是要让国家早日得以解放。持续了20年的越南战争，既惨烈又漫长。不行，很难透气。到底越共士兵吃了什么，得以把美军打得落荒而逃呢？ Thiếu gạo nấu, chúng tôi phải ăn khoai mì thì 2-3 tháng liền. 越战的号角响起时，旁观者都以为拥有先进武器的美军必能达到目的，然而结果却大出意料之外。越共最终以他们擅长的森林游击战，将美军打得落花流水。我现在要去的这个地方，在越战的时候是越共的游击总部，叫古芝地道。那古芝地道是美军屡战屡败的地方，到底这个地方有什么神奇之处？那么越共那个时候在地道里生活，他们在那里睡觉、煮饭、吃饭。在地道里面煮饭到底要怎么煮啊？而且他们是靠着吃什么为生的呢？古芝地道是越南农民兵在1948年开挖的，一开始是为了对抗法国殖民者，到了越战就转为对抗美军的地下基地。古芝地道的传奇之处就在于它的高度隐秘。而今，古芝地道已保留为战争遗址，开放给大众参观。不过，要不是有导游指示，游客根本找不到入口在哪里。古芝地道的入口非常窄小，以活板门覆盖。要进入地道，得先让半截身体下去，接着把树叶铺满盖子，再双手举起盖子，随着身体往下。盖子盖上后，与地面平齐，完全看不出端倪。哇！当时埋伏在地堡中的越共就经常从地面上冒出来突击，把敌人杀个措手不及。如今为了方便游客进入，部分地道已经加宽加高，也特别加大了入口处。我想个子大一点的都不可能进来了。OK。这里也还好哎，刚刚进来这里啊，这个是什么？这是一口井哎，你看下面还有水。你看这个高度，我估计也就差不多是120公分左右，宽呢可能是80公分吧。好，进去看看。难以想象，全长250公里的古芝地道，当初竟然全靠徒手挖掘。地道连接了古芝地区的6座村庄，也串联起越共所有基地，让军队得以接收中国援助的物资，比如粮食、武器和弹药。这样子蹲着走真的很累。OK， 你想，现在我走的这个距离啊，真的是很短啊。据说好像这个隧道也就只有10米长，他们的那个隧道是好几百公里，吓死人！要怎么样走？这样子走，腿都要断掉了。哦，到了，出口到了。越共几乎在地底下盖起了一座城市。古芝地道有3层，涵盖几十条错综复杂的地道，有会议厅、饭厅、医务室、休息室，还有军火库和粮仓，是一座非常完善的作战地堡。由于深入地底，加上地质干硬，这里甚至能承受炮弹和坦克的攻击。我发现古芝地道设备完善，攻守作战计划非常的紧密，难怪美军打不赢他们。不过这样子参观下来，我一直没有看到他们的厨房。到底他们在这个隧道里面是怎么煮饭的？还有他们吃什么呢？
在古芝地道园区担任导览员的谢文兄是当年其中一名越共士兵。如果说伤疤是军人的勋章，那么谢文兄的勋章就是失去了一条手臂，还有一只眼睛。如今，谢文兄经常与游客分享作战的第一手经历，其中大家最好奇的就是越共到底如何在地道里煮饭吃饭。古芝地道内的厨房空间并不大，一个灶炉、一堆柴火就是全部的设备。灶炉至今还保留完好，锅子里甚至还冒起了炊烟，让人仿佛回到了战争现场。Đây là cái bếp ngày xưa chúng tôi dùng để nấu cơm. Thời gian thì từ chiều cho tới 4 giờ sáng là mọi công việc nấu nướng là phải xong hết. 当年士兵只能在天黑时才做饭，避免炊烟泄露了行踪。厨房的排烟系统设计完善，排烟口会设在离地堡40-50米以外的地方，这样万一美军发现轰炸排烟口，也不会危及地堡。做饭无油烟，行走无脚印，说话无声音，这是越共军队必须高度遵守的原则。所以你看它这个厨房啊，虽然是非常的简单，但是还是很实用的。那你们在地道里面煮什么、吃什么？ Chủ yếu nấu cái bếp này là nấu cơm, luộc khoai, khoai mì và nấu nước để uống. 地堡的厨房虽然小，重要性却堪比军火库。毕竟士兵吃不饱饭，就不会有力气打仗。当年粮食严重匮乏，越共最伟大的军粮之一是木薯。木薯在当年是越共能种植的农作物，供应相对稳定。以它来招待游客，可见它是地道里具代表性的伙食。啊，好， Cái này. 哦，沾着这个是什么？ 这样哦，花生粉。其实还真的是蛮好吃的哎，因为它花生很香，然后呢，它里面有加了一点白糖，还有一点盐。 花生粉是给游客吃的，游击队员以前吃不上。 Có lúc thiếu gạo nấu, chúng tôi phải ăn khoai mì thì 2-3 tháng liền. 打越战遇到大米供应被切断，士兵会以木薯代替米饭。一来木薯烹煮方便容易，二来木薯几乎全是淀粉，能迅速为士兵补充热量，又容易消化。 Cái này nó dễ trồng lắm, chúng tôi tự lực trồng. Ngoài cái này ra, cái này là chỉ phụ thôi. Còn gạo vẫn là chính. Thứ hai là nhân dân trong ấp chiến lược mua sẵn để trong đó, chúng tôi vào đó nhận ra. 这木薯啊，你偶尔吃呢，你还会觉得很有趣。但是你想，在越战的时候，那些越共他们每天都要吃，而且一吃就是吃上好几十年。如果没有超人的毅力，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他们心中就只有一个目标：存活下来，打赢这场仗。 越战结束15年后，谢文兄选择回到惨烈的作战现场，说出当年的故事。谢文兄住在距离古芝地道16公里以外的村落，即使每天必须日晒雨淋的往返，他都不会埋怨叫苦。如今，谢文兄终于可以过上平淡安定的日子了。虽然时过境迁多年，但行军的各种细节，他始终历历在目。啊，其实他们在越战的时候哈，他们要上战场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携带食物，然后现在他就要教我。 越共当年行军时最常见的伙食就是饭团。出发前，他们先得把米饭用白布包起来，用手挤压成圆形团状，接着打结，最后再绑在裤带上。Hai cái máu này buộc vào cái thắt lưng. 系在哦，就这样子可以系在身边。行军时难免跋山涉水，把米饭包成结实的饭团就不容易散开，方便随身携带。纵然食之无味，饭团却能及时补充能量。下过雨的午后，两人以近乎敬畏的心情，默默地吃着饭团。遥想当年，眼下生死未卜，又有谁会在意食物的味道呢？ Cái này đói bụng ăn còn ngon nữa. Đói bụng ăn món nào cũng ngon mà.
谢文兄还记得，一开始他们也想在军粮上变些花样，却苦无材料，也没有时间。 Mà thực tế ăn dần nó quen đi, cũng như sống như địa đạo. Đầu tiên xuống sống như địa đạo thì rất khó khăn, nhưng mà sống dần rồi nó cũng quen đi. 那你现在在吃回这些食物啊，你的心里面的感受，你的回忆是什么？ Nhớ lại thời chiến tranh, lúc khó khăn, khổ sở, thiếu thốn đủ thứ. Nhớ lại thời kỳ đó, so với bây giờ thì khá lắm rồi. 当年，谢文兄加入越共游击队只有17岁。21岁那年，美军大举入侵他居住的村子，他在抗战中遭到坦克的枪弹击中，导致伤残。他在医院治疗了1个月才痊愈，却再也无法扛起枪了。于是他学习用左手写字，并回到军队里担任文职，用他仅剩的一只手继续为这片他热爱的土地奉献。 Cho nên về phía chúng tôi thì chúng tôi đã chịu rất nhiều cuộc chiến tranh xâm lược. Cho nên bản thân tôi không bao giờ muốn có chiến tranh dù bất cứ ở đâu, dù bất kỳ hình thức nào. Muốn sống trong hòa bình và hữu nghị với nhau thôi. 能在如此惨烈的战场上生还，谢文兄直到今天都觉得自己很幸运。他很珍惜现在安逸的生活，因为那是用无数战友的生命换来的。他必须连带他们那一份，努力地活下去。木薯和饭团在越战立大功，提供最基本也最重要的热量，让士兵得以长期抗争，熬到成功。木薯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根类植物，它可以在很缺乏水、很贫瘠的土壤，它仍然是可以生长。越共的精神有如同木薯一样，你看他们在地道里生活，那个环境是如此的恶劣，可是他们却可以靠着他们坚韧不拔、刻苦耐劳的精神，去跟敌军抵抗，捍卫他们的国家。越共靠吃木薯打了胜仗，平民百姓又是如何熬过来的呢？ Búa là người mà ăn thấy ngon. 好咸哦。 越战期间，越共的游击战打得美军叫苦连天，被逼急的美军开始四处喷洒一种叫做橙剂的落叶剂，使得草木枯萎，植物被消失，好让越共无处藏身，也借此切断粮食生产。位于越南中部的岘港是橙剂的重灾区之一。从这里往下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岘港的风景。当年美国军人就是从高空撒下橙剂。 而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含有剧毒的化学物质会祸延好几代子孙，还有破坏生态环境。而今，在这座看似平静的城市之下，剧毒的物质依然深藏在土壤里、河流中，最终进入食物链，祸害着世世代代的越南人。现年66岁的范世秀，出生在越战爆发后的第2年。 14岁那年，他加入了秘密革命行动，暗中支援越共。当时，他一边看顾水牛，一边留意敌军的动静。偶尔，军队需要紧急粮食补给，他也会负责运送大米和鲜鱼。 Hồi nó chiến tranh ác liệt quá rồi thấy họ cháy chát nhiều quá rồi cái tinh thần của mình dự ưng cống hiến để thôn do để cho hết chiến tranh để cho hòa bình lại trong sướng. Nên hồi nó cực cũng tích cực là như thế đó cũng do vì thế. 当时，越南很多平民都像范世秀一样竭尽所能，将大部分农地里长出来的粮食送给军队，只留下足够活命的给自己。很长一段时间，范世秀家唯一的食物就是白饭配腌鱼。安迪特告诉我啊，在战争的时候呢，他就是吃这种腌鱼的。那他到底这个腌鱼是怎么做的？ Muối nó vô sang rồi cái là vỏ cái tiêu này, bỏ nó vô vỏ cái bỏ ớt nó vô, bỏ tiêu nó vô đây, cái là muối trộn này. 至少还有一点工作可以做了啊，中胡椒粒。腌鱼是越南的传统食物，过去没有冰箱，人们为了延长鲜鱼的保存期，就以大量的盐来腌制，再以辣椒、
胡椒和蒜米等香料去腥调味。哦，好腥哦，它的味道。这样腌制的鲜鱼必须搁置至少2个月，使它有足够的时间发酵，才不会有腥臭味。腌制好的鱼称作鱼酱，有些鱼酱要先炒过才可以食用，有的则可以直接当做蘸酱或炒酱吃。这个是2个月前做的啊，所以它是加了很多的辣椒，让它呢更加味道重一点，颜色呢更加的鲜艳啊。那你看这个看上去是不是就很想吃？哎，它的味道有点像我们的那个青叉肉这样子的味道，它就是腌的那种海鲜的味道啊。我尝一尝啊，好，试一试。很好吃，它这个是非常容易下饭的一道腌鱼。Nhưng mà ăn như trời đây là quá ngon mà ngược lại là không ngon, tại vì cái miệng trời mình ăn nhiều đồ thì ngon quá. Chưa ăn bữa nay là thấy ngon lắm, rất là ngon. Chứ mà vì nguồn đúa mà cái đúa sống cái đúa nhiều hơn là sống cái no. 所以啊，在战争的年代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所以不是每一次都会有机会可以吃得到鱼。所以当他们没有鱼的时候呢，阿姨就会拿一些盐巴来跟黑胡椒或者是跟辣椒配着吃。所以其实只是纯粹为了能够生存下去，比较好下饭。没吃过，真的是没吃过。白米饭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味道啊。但是放了胡椒粉和盐，你可能就可以把一整碗的米饭吃掉，谈不上好不好吃，纯粹只是为了生存，不容易。好咸哦！对范世秀而言，挨饿还不是最苦的。因为这场战争几乎毁掉了他一家人，他的母亲遭炸弹炸伤毁容，小儿子受到承继毒害，成了迟缓儿。至于他自己，则在17岁那年误踩地雷，失去了右脚，终其一生都得依赖义肢行动。Không lồn thì cũng không được, nên chỉ cứ cà nhóc nữa là đi cà cò cà lĩa nữa đó, cố gắng đi để kiếm sống và hòa nhập với cộng đồng. Nhưng mà hầu gì cũng buồn lắm, buồn vì vết thương nó không chữa lành, rất buồn, nhưng rồi cũng cố gắng. It's okay. It's okay. 但是我觉得你很坚强啊。长子吃公家饭，经济稳定，就是这小儿子让范世秀不放心。31岁的儿子头脑发育不健全，始终无法像正常人那样上学和生活。Sau khi sinh ra cũng cỡ tuổi mấy rồi, nói chung là 22 tháng rồi. Cũng không biết hắn bị nữa. Một lần thấy ảnh hưởng kiểu không phát triển, khờ rồi bị khốn. Một lần rồi thấy họ đã buồn, nghĩ chó nõn, thấy chó buồn, tuổi giờ nó tuổi, thấy con nữa thấy tuổi. 对范世秀来说，战争并没有结束，他还在为自己残缺的人生而战斗。生于乱世没得抱怨，求得补偿也没有用，只能认命地被大时代推着走。其实我真的很敬佩安迪特啊，他这个妈妈真的是当得很不容易。你看看，他们一家3代都是受到战争的影响，可是他还是很乐观啊。他甚至还告诉我说，其实，在越南有很多户家庭都是受到战争的影响，甚至有些比他还更加糟。可是他还是抱着很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但是有一点是他永远都放不下的，那就是他的那个受成绩影响的儿子。因为总有一天他是会离开的，他离开了之后，这个孩子到底由谁来照顾呢？
哎，我今天来到了这所学校，它是安迪特的孩子在这里上课的。这里的孩子全部都是成绩受害者。那我今天呢，就是要做一个越南的木薯糕点，请这里的小朋友们吃。2004年，越南成绩受害者协会成立，除了致力于所长，也积极帮助他们重建生活。这所支援中心就是协会于2006年设立的，目前大约有30位学生。Xin chào. Xin chào. Xin chào. 中心除了提供孩子基础教育和身体机能复健，也开办各种培训课程，比如缝纫班、电脑班等，让孩子学习一技之长，以便将来能够谋生。在这里，范诗秀的孩子不但学会了简单的生活技能，也有机会融入群体生活。孩子们相互陪伴，总算让他们不幸的人生有了一些欢乐。虽然这群孩子身心特殊，但全天下的孩子应该都爱吃甜食。借由今天的这道甜点，让他们雀跃一下。那今天我特别选择做这个木薯甜点，让他们一点甜滋滋的味道，然后呢，还有这个木薯是很有饱足感的。希望他们会喜欢。这道越南传统甜点是很多越南人的童年回忆，尤其在乡下地区，吃木薯几乎是早期贫苦人家的日常。随着战后生活改变，才添加了越来越多的配料。哇！你看，这个木薯已经煮好了啊，它里面已经软了哈，然后还可以闻到很浓郁的椰子的香味。煮软的木薯，撒上花生碎和椰丝，马上就可以上桌了。等了一个早上，孩子的脸上个个都写满了期待，想要先尝为快。来 ，try this 啊！来，好吃吗？好吃吗？看到这些孩子们吃着我亲手制作的木薯甜点，吃得津津有味，几乎是一下子就把它全部吃光。我看了真的是很欣慰。我听负责人说他们这些孩子呢，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个木薯甜点。我希望他们能够吃得好，希望他们吃了之后心里会有一丝丝的甜意。我在想，这些孩子都是成绩的受害者。发生战争的时候，他们很多都还没有出世，所以他们其实是很无辜的。可是为什么又是由他们来承担这个战争的后果呢？这次我来到越南拍摄战地食谱，跟我所去的其他国家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我这次所接触到的食物，真的是很简单、很平凡，甚至可以说是很不起眼。那是因为越南它经历过一段很惨痛的战争。这段历史非常的长久，导致他们物资缺乏到极点。这些食物只是为了饱腹，只是为了生存。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越南，它正在享受着和平，它是快速发展中的国家。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越南人他们刻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要在战后重新努力地站起来。